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依旧在追，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间变成了阳光的夏天。放肆，回去吧，礼堂不会来了。我要等他，我已经给他发了短信了，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就算他把店卖了，只要他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愿意跟他在一起。现在都已经大半夜了，礼堂要来早来了，听妈的话，回去吧，他不会来了。他在我家楼下等了那么多天，你不是说我连解释机会都不给他就跟他分手是我不对吗？我愿意给他机会解释，我要等他。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哦，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啊，你想什么呢？没事，可能肚子有点不舒服，有点吃太多了。方思不来，你也不用这么郁闷吧？他是不是和尹总约会去了？更糟。哎呀，别这样嘛！今天多开心啊，璀璨2期上市，说不定之后你就要升职加薪，加薪呢！加薪。下一个加薪，下一个加薪。走了很远才回过头。浩然，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居然放我鸽子？对不起。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在这等礼堂，还是免费过去啊？其实没什么可以怀念的。6年前的今天，是我用一条短信结束了我们的感情。6年后的今天，他送我的徽章也坏掉了。放肆，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个人有多少6年？放肆，就让过去的事情在今天做个了断吧。今天是璀璨上市，你没有辜负它，徽章也在今天坏掉了。老天爷都在告诉你，今天过去之后的每一天都属于你自己啊。对于他，今天是结束；对于我，明天才是。什么？短信发出去的4小时后，我就后悔了。然后我又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约他第2天在这里等。我等了他1整天，害得我妈跟我一起淋雨。可他就跟这次一样突然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店没了以后，他一直在我家楼下等，我不肯见他，也不愿意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可是真的，当我把那条短信发出去以后，我反而更痛苦。我一个人要怎么走？我才坚持了4个小时，我就投降了。我不想离开他。放肆！你能不能清醒一点？他不值得你这样。没有值不值得，只有愿不愿意。
我知道他是自私，是幼稚，有时候不可理喻。其实我也一直在逞强，我就是个胆小鬼，我一直不肯承认，我就离不开他。方式。温柔是因为我知道永久。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刚刚说什么？再说一次。你混蛋！你回来干什么？你混蛋！你听我妈的！你别回来了！听我妈的！那种温柔是因为我知道永久，是因为我知道永久。走了还看？你怎么？我才离开没几天，你就这么随便啊？把别的男人带到这里来，看在你刚刚当着他的面跟我告白的份上，我原谅你。刚刚说什么？再说一次。你这个混蛋，白痴，你到底死哪儿去了？啊？死哪儿去了？你死哪儿去了？你死哪儿去了？对不起。这样有好过一点吗？说来话长，我现在时差还没调过来，我还在做梦。不过啊，我要称赞你一下哦，没有上东石的当，以致现在中止收购通灵。什么收购啊？沈东石是在帮你，知不知道？他帮我什么啊？改天再跟你好好说。你先告诉我，你消失的这几天到底去哪儿了？是不是去美国处理这件事情了？不然嘞，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跑掉吧？你以为呢？不说一声就走了，手机也不带，还拿走公司的钱，你觉得我会怎么想啊？你玩捉迷藏去了？我们两个吵架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什么大阵仗我没见过，我会因为这么小的事情就跑掉吗？我是去中断李氏的资金流，我爸爸一直在追踪我的号码，所以我只能把手机留下来。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早就计划好了，故意不告诉你。和我预料的一样，你帮我隐瞒消息，维持公司的运场正常运作。居然敢利用我！我没有利用你，因为我了解你哦。我知道你会帮我，果然我在你心里面的位置很重要，对不对？你刚刚说什么？再说一次。什么谁爱谁？这个混蛋！不放心，6年了，我都不知道。你最近把我放在你心里的行位，不比你的设计重要，不比你的店重要。可是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爱你。会努力变成你喜欢的样子，我会变得更好，所以你不要再离开我了。对不起，我不是不要是你，我只是要骗你我爸。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被你气疯了。我没有想过要真的离开你。发完那个短信以后，我就后悔了。
我后来又约你在这里等，就是第二天我又约你在这里等了。今天是11号，6年前的今天，我在这里等了你一整天。那天我去了一个小旅馆，香楠把手机放下就走了。第二天我爸就找上门来，难道是香楠？我从来没有收到那个简讯。你知道那时候我好想要去找你，结果我爸爸先找到我，他还带了保镖，他就把我押去机场。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我迟到了6年了。反正你总是迟到。这一次你出现了。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我本来想告诉你，这里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你替我保留了回忆，给了我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我还想告诉你，从很早以前，可能在我重新遇到香楠之前，我就已经爱上你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而我对你的感情，就像这些沙子，一点点的积累，装满了整个瓶子。我多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可以成为你的堡垒，为你遮风挡雨，而你不用再故作坚强。可我还是输了，你的心里只有李唐。回去吧。再坐一下嘛。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儿的？去庆功宴找你的时候你不在，我就猜到你会在这里啦。只是没有想到你的心意的。你把大门密码和手机密码都设成那天，到底有多恨我呢？我这个人有多会记恨你不是不知道，而且啊，我会记一辈子。这辈子我在乎的人都不在乎我，爸、我妈也是，连你都是。想要分手传个简讯给我，你当我是什么？垃圾简讯啊！想删就删。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既然我重视的人都不在乎我，那我干嘛认真？没有希望，就不会有失望。可是，不管是失望还是希望，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在做什么，我的脑子里面总会有个声音跳出来告诉我，要是这个时候对方是在就好。
没办法，忘不了就是忘不掉，算是我上辈子欠你的，所以我这辈子来给你欺负。明明是你欺负了我，而且还欺负了那么长时间。我们结婚吧！我听见了，你先帮我下来。帮我下来！快点！我听见了，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还有现在。爱情也是一样，你还在等什么？我们谈10年恋爱还不够。谁跟你谈了10年恋爱了？谁之前跟陈江南订婚了？你现在是2婚，知道吗？那是订婚，我们还没有结。你这人想出是一出的，什么事情都牵扯大场。拜托你好不好？我上一次这么认真的时候，是我帮我的手机贴膜的时候。贴膜？在摆摊呢？废话。真受不了你。哎，你还没有回答哎，我没有开车来哎。我旁边。傅方思，傅方思，妈，你说，你昨天晚上都到哪儿去了？我昨天庆功宴上喝多了，然后就回去加了个班。哦，就回去加了个班呐。那浩然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加班呢？浩然，没有啊。你少骗我了，浩然昨天也没回来，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啊？没有，我们没有在一起。浩然昨天也没有回来啊。是啊。这么一大早谁啊？伯母早安，小李子，哎，爱心早餐。喂，你是失踪了吗你？我去出差啊。你怎么跟我来了？哦，伯母，跟你报告一下，昨天晚上他跟我在一起。哎，妈没有，我们只是在广场上。哦，他以后也会跟我在一起，因为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啊！妈！哎呦，太好了！哎，你回来就给我惹事，走走走，就给我，哎，走走走走。妈，我们要结婚喽！我追出去干什么？哎，他们要结婚了，哎，那我得选日子啊！哎呦，傅方思，傅方思，哦，我是跟妈报告一下，省得她担心嘛。反正早说晚说，早晚都要说啊，我多懂事啊。懂你个头啊！你单方面决定是有什么好说的？你还一口一个妈，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我一直这么厚啊，你亲过我是吗？我就是想说练习一下，反正早晚都要改口的啊。妈，好。现在谁答应嫁给你了？哦，你以为送一趟早餐就能把我娶了？你当我快递啊？为什么跟我求婚都那么随便？你看你当年什么？你记得啊？我忘了，我全都忘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好了。还有啊，我警告你，你下次不许再胡说八道。我，哎，你又这，哎，你这人怎么个性那么差？你放手！我说，浩然，听说你昨天晚上没有回来啊？一个男人有夜生活也是正常，你管这么多？糖。哎，我跟你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她的前男友，也是她现在的男朋友，而且我马上就要，哇，干嘛？浩然，你别理他。
浩然。哎，有个帅哥站在你面前，你却不懂得珍惜啊！看别的男生。傅方式，我严肃的警告你，以后不准看男生超过3秒，听到没有？尤其是颈部以下。他好像脸色不太好。应该是肚子不舒服吧？你没看到他满脸大便？哦。你都知道了。你手机录音我已经听过了，怪不得之前你一直针对他。你没事吧？其实这件事情我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是浩然自己告诉我的。他整你，他告诉你，你知道了也不生他的气。你们两个到底是谁智商不足啊？其实是我违约在先，也不能全怪他。说到底。他当时就是利用我的品牌，并且跟我合作。我知道我的品牌不值那个数，大不了我帮你挣回来，你别生气了。你真的没事啊？我没告诉你，就是怕你会压不住火，干出什么傻事来。我会做什么傻事啊？你看看你，你升起气来都自带很吓人的背景音乐的，谁知道你会做出什么？好啦。不过我知道你一直没有告诉我，就是怕我接受不了。你一直在替我着想。早知道就不要帮着他们来着。你知不知道我受他一肚子鸟气，想到就有气，气死我！别生气了，气死我了！这边也要。哎呀，好了，你别闹了，我一会儿还得去公司呢。昨天徽章坏了，庆功宴我都没去。丢了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哪有新的？好啦，你赶快回去休息，反正不差这半天。哦，对了，你现在知道通灵的真相了，你赶紧跟沈总联系一下。知道。我也在找你啊，安啦，我已经跟他联络了，是我不让他回来，估计他现在已经在帮我算有多少资金，看可以怎么帮我汇回来啊。李唐，你还真沉得住气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你就不怕我不管公司一走了之了？才不怕，这样比任何的宣传更有用，而且我就是要让你知道最棒的，我是最胖的。昨天李总风风火火的出现，又风风火火的消失，你们谁知道李唐先生与方思小姐世纪之恋的后续报道呀？尹浩然也风风火火的出现，又风风火火的消失啊！谁知道李唐先生目睹尹浩然先生与傅方思小姐的世纪之恋后的泪崩的后续报道吗？哎，看这架势，这是要决战。赌谁？你们赌谁？我赌方思能成为咱们老板娘，我赌尹浩然，我谁都不赌。一个坏心大萝卜，一个就爱挖墙脚。哎，我说，你说你一直单着，还老缠着咱们方思姐，哎，你是不是有什么非分之想啊？跟我有半毛钱？早啊，李总早。这段时间大家辛苦喽，晚上全公司活动，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晚上见。什么事？李总今天好帅。昨天晚上，人家一定过得很愉快呢。啊，花痴，没得救了。哎呀，这个月不好，看下个月。下个月也不行啊，下个月我有个舞蹈比赛呀，看看。哎，这个日子也不好。
方思啊，你看看，我看了一整年的黄历，就这天最好，黄道吉日，宜嫁娶。妈，你还好意思叫我？你们两个都发展到结婚的地步，我居然不知道？怎么？你是想让你妈明天看热门微博是不是啊？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呢。啊，算了算了，你妈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们计较。哎，不过方思啊，妈跟你说，这结婚呐、就得选个好日子。这日子选好了，你才能够订礼堂啊、订婚车啊、订喜堂。再说选个好的不得了的黄道吉日，你们才能够3年生两，100年好合。妈，他那个是刚出差回来，时差还没倒完，神志不清抽风说的话。你别当真，别跟着瞎起劲啊！不是真的，不可能。小李子不是都叫我妈了吗？都说了他神志不清，出现的幻觉。哎，你们这是干嘛？你们是坑娘是不是？哎呦，方思，你都老大不小了，你为什么做事老是没谱呢？妈，我们只是复合而已，真没到结婚那个地步呢。那你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到结婚的地步啊？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当外婆啊？哪有人刚复合就结婚的呀？而且还有很多事情要观察观察。我先上班去了啊。哎，那这日子到底要不要查呢？我得排我的档期，我忙得很啊。我先上班了啊，妈，拜拜。哎，你这孩子话还没说完呢，怎么？这是。走了很远才回过头，却冰冷的河流。为什么？你喝酒了？为什么你还是选了礼堂？浩然，不顾一切对我。浩然。浩然，在没有你的路口，孤单时候，谁在身后？幸福向左还是向右？昨天你去湖边了吗？你是打算在那边跟我庆祝吗？放肆！为什么？因为感情的事情，最不可能欺骗的就是自己。浩然，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好，可是李唐这一次离开，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离不开他，不管他有多幼稚。浩然，对不起。你醒了？放肆，你心里有鬼！你喝多了？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浩然，浩然，放肆！浩然，你真的喝多了，你先好好休息吧。刚回来他就知道啊，消息这么灵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欠你们李家人呢啊！刚下飞机就被陈秘书给截住了。找你，应该是要找我算账吧？没有啦，其实他想是说呢，那条生产线交给你也没用，以我们的实力也吞不下，还不如交给他们继续运作。哎，你也知道李氏收购通讯的事其实是假的啦。
无非是你爸想逼出你的实力而已。那我也知道，你想压一压这2条生产线，以防万一。可你想想，万一他的公司出了什么闪失，董事会肯定会找他麻烦，对不对？那他收购通灵的时候，他怎么没有想到别人会找他儿子麻烦呢？现在被抓到把柄了，才想到我们是父子啊。那你爸明知道当时这个计划就是有漏洞，对不对？他相信你，才觉得你一定可以找出这个漏洞，再以自己的能力去挽救唐皇啊。虎毒不食子，他对你不会下狠心的啊。下不了狠心。要是我这次没有找到漏洞，你觉得他会救我吗？喂，他是你亲爹，你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对不对？老头子一把年纪了，你干嘛要非要跟他硬碰硬？服个软你会使吗？再说了，我听陈秘书说了，现在董事会还在质疑是不是你爸走漏了消息。他不但不替自己难受，还反而替你挺高兴的，因为他觉得是你做了最正确的选择。说实话，有时候吧，我看着你们父子俩这样斗来斗去的，我还挺羡慕的，因为你知道我没有爸，我可能永远体会不到这种感觉，是吧？不跟你婆妈这么多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啊，我先回去了。明儿见啊！他是你亲爹，你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对不对？老头子一把年纪了，你干嘛要非要跟他硬碰硬？服个软你会使吗？李唐，怎么啦？有心事啊？没有啊。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坦白从宽啊。大罗说上午陈秘书打电话给他，要我放掉蕾丝在美国的生产线，免得我爸在董事会被别人刁难。那你答应了吗？李唐，其实我觉得，我知道，他是我爸嘛，我不该跟他怄气，让他为难。可我就不明白，他指指点点了我20多年，凭什么一句他老了我就要原谅他？我反抗失败，是我没能力。那我现在反抗成功了，又是我不懂事。你的委屈我都明白，我也知道你们紧张的关系让你很辛苦，但这并不代表他不爱你，他只是用一种很专制的方式来关心你而已。说到底，你们变成今天这样水火不容的局面，你心里也不好受，也很遗憾，不是吗？有什么好遗憾的啊？想到他那个臭脾气我就有气，看到他那张脸就讨厌，生气。你脾气不也很臭吗？哎，我这鼻子是做的，你这样会掉下来。那我就问你一句话：如果你爸爸真的因为这次的事情被董事会问责，你心里真的过得去吗？李唐，好了，我知道怎么做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啦，啰里吧嗦。那我先回去了。快走啦。老大，我刚到家想必然倒个时差呀。闭嘴！放掉我爸在美国的生产线，把钱都凑回来了。啊？你想通了？你不是说要再压1个月看看情况的吗？啰嗦！
照我说的去做就是了。来。 还不错。哎呀，太累了。这是你欠我的，继续。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那之前你跟我爸一起骗我的时候，怎么不喊累啊？打个球算便宜的，继续快点。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呦，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别说兄弟没给你赔礼道歉，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希望方思能够喜欢。如果时间不是那么紧的话，我还会帮你找一个更好的。这一刻已经很好了，谢了。希望你能够成功。还不赶紧招供！ 昨天晚上放了我们大家鸽子，到底是跟李总出去了，还是跟宁总出去了，还是你们三个上演夺妻大战？哎呀，方思，快说吧！我把所有积蓄都赌这里边了。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别问了。我觉得方思呢，他谁都没选，赢了翻10倍哦，记住了10倍。不可能，绝对有选一个。哎，方思，你快说，两个你都不喜欢。闭嘴！ 你们别闹了，你快说吧，意思。班时间有你们这么虐待上级的吗？哦，昨天晚上是你们俩。闭嘴。 4点了，我帮你们订了车，载你们去会所，待会见。你，哎呦，跟我走。喂，给钱啊，给钱啊，输了吧？干嘛？又没有正式宣布。你刚才没看见方思姐看咱们李总的眼神啊？看见了。怎么了？当年，柏芝就是这么看霆锋的，周迅就是这么看李亚鹏的，朱茵就是这么看周星驰的。好像他们的结局都……少啰嗦，走了。别来账，别来账。 走，哎，去哪儿啊？跟他说清楚，你至少要让他知道，你为他做的不比李唐少吧？我不去，没什么好说的。还有，帮我找房子，我要搬家。尹浩然，你要做暖男，你就要做一个有尊严的。你现在算什么呀？你拿自己的钱为他撑场面，为他做项目，到最后连进董事局的事儿你都搞砸了。现在可好。 李唐一回来，他就回到他怀里去了。他还有节操吗？班姐，冷静一点，先坐下来，坐。坐啊！陪我喝杯酒。来。行，我知道这事儿我插不上手。你要喝酒，我陪你。喝多少？ 班姐，你认识我那么久，也知道我的性格。勉强别人的事，我是不会做的。不可以偷看。不要耍这种小孩子把戏。哎，不可以偷看。 可以看。这个是万年青，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你爸最喜欢的植物吧？这旁边有很多的布料，所以你可以供你随时看样衣。这里有最棒的缝纫机，可以让你随时随地发挥你的创意。 还有这边小玩偶，让你在无聊、心情不好、想要发脾气的时候，让你发挥灵感。你可以打它哦。
以为这里只是……这里我当初本来是买来气你的，因为这边有最好的原料厂，外面有最漂亮的风景，还有他又有擅长针织工艺的人工。我知道这边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最想要的，所以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当初你跟我说的那一句话。你知道你有多么的讨人厌吗？跟你在一起好痛苦哦，我有时候痛苦到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气你还是想你。